六郎，你要记着啊，春未满，何以生，是为勤。我以往也是这么教你姐姐的。对，六郎，你这个笔又拿错了。你看啊，笔一定要这样拿，写出的字呢才能出风。看到没？来，再试试。对对，这两个合起来，这个往后。好，你现在试一下，这种感觉找一下。不错。对，再往下。牡丹，哟，这个时辰你怎么来了？继续。你助淑妃调养数月，她身子好了许多。回宫前啊，让我将这幅画交你，说是谢谢你这段时日的陪伴。那些药香跟用物又不是没付钱给我，这淑妃怎么这般客气？你常与淑妃策马，这马球技术也越发好了吧？那是自然，日后敢不敢跟我比试一番？口气这般的，那敢不敢押上赌金啊？你从我这儿收的利钱还不够多啊？你还想讹我一笔是不是？想都不要想。淑妃都将养了多年的踏雪送你，有良驹相伴，还怕输啊？淑妃从来没有因为品阶高低而轻视于我，她待我这般好。如今她回宫了，不比在别宫自在，你能不能多劝劝圣人？哪怕不能常去看她，至少让她多见见孩子。放心，淑妃离宫日久，圣人亦是十分思念，定会好好待她的。姐姐，我又写了一个字，你看看对吗？我从来没有教过你这个字，你怎么会的？日日看着方圆匾额，我于心中反复描摹，自然就会了。六郎这孩子聪慧。既然如此，我再教你一个字，方圆的圆。来，要写外面的。你试试。六郎悟性好，不过呢，你姐姐生意忙，也不能日日教你写字，不然我帮你寻个私塾如何？六郎不要别的老师，六郎要姐姐教我就够了。六郎只喜欢烹饪之术，不是读书的料，难有大成。六郎，并非读书为官才算成才。你若是喜欢做菜，我可以为你请一个酒楼师傅，你跟着学几年，日后自己开酒楼当店主。听说富贵楼的薛师傅今年正好打算收徒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你跟他可相熟啊？能否引荐一下？我可以带着六郎亲自去拜访的。没问题啊。姐姐，我听说花鸟使平日里喜欢给幻云楼的美人们作画，你能不能也让花鸟使给你我做一幅？请我作画，六郎不是应该来邀我的衣袖吗？六郎身份低微，哪里配合花鸟使多言？唯有请姐姐出面。六郎，人贵在自重。无论你想要什么，都不可说自轻之言，明白吗？六郎受教了。今日得闲，心情上佳，我便来画上一幅。此画名为《秦六郎赏长姐夫妇恩爱图》。那六郎在哪儿呢？这叫做留白，画中虽无他，而他自在画中人对面。
此话挂在这甚好，以后往来宾客皆知你我间谍情深，鸾凤和鸣。牡丹，小春出事了。啊！何店主救我满门，我本以为你是为了大义心存感激，我没想到你们跟小女早有结识，还教唆她行医开店。若不是花行熟客发现告知于我，我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，春儿的名节差点就被你们给毁了。我们没有教唆，小春是真心喜欢治病救人。夯头，小春行医颇有天赋，连太医署的副圣手都夸赞过他。若是您强行把她留在家中，逼她嫁人生子，恐怕她会痛苦一辈子。嫁人才是女子正道。我一心为了她好，想让她找一个好的人家，而你们呢，纵她胡闹，将她往火坑里推。你们走吧，以后莫要再见我们家春儿。送客。是。长店行医都是我自己的主意，与旁人无关。家主，胡家送来的聘礼都被娘子给砸了，我们实在拦不住。你之前温婉和顺，你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？只因我本性就是如此，先前怕您伤心，故而才装作温柔得体的样子。父亲，我不愿盲婚哑嫁，我想继续行医。女子行医为人，不止妇德有亏，正经人家都会看你不起。难道你以后永远都不想嫁人了吗？所谓良婿，若只因为我是女医便轻视于我，便已不值得嫁。你是非不分，口出狂言，就你这副样子，若你母亲看见了，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的。那女儿敢问父亲一句：是母亲不够贤良吗？她的福气在哪里？只因您一句抛头露面，有辱家风，她一生被困于内宅，郁郁而终。那你是怪我？您可知她真正的喜爱是什么？您可知她的理想抱负又是什么？父亲葬送了母亲，现在又要来葬送女儿吗？你爱花就可以此为业，难道只因小春是女子，便不能做自己喜爱的事吗？也太专制了吧！小春妙手仁心，花门中上下无人轻视她，经她治愈的病人更是对她敬重爱戴。我们行事隐瞒了您，确实不对。可是小春行医，并没有错。何店主，你离经叛道，你委身官宦为妾，我不能让我的女儿走你这条路啊！父亲，春儿，你现在长大了，你交了朋友，有了底气，便不需要这个家了吗？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你是要留下来做我吕万荣的女儿，你还是要踏出这扇门，去追你所谓的医道？真不能两全吗？不能。从此以后，吕家没有你这个不孝的女儿。父亲曾说，蒲公英随风而散，与家宅不及。只因我喜欢，还是中了。可他却不知道，我视此物为药，种它是为了等花落之后采根泡水，治他的喉痛肺痈。可如今一语成谶，果然离散。你父亲他是因为太在乎你了。
才会如此固执。小春，这几日你先到方圆去住，给你父亲一些时间，让他也好好的想一想。对，等旅行都气消了，咱们再回来。他舍不得不让你的。这六郎啊，没有见过百团齐发，我想带他去开开眼，不介意吧？自然不会。六郎不会骑马吧？要不要与川渝同乘一匹，沿途赏一赏长安的明媚春色？六郎待您一向恭敬，不知是何处得罪了您。怎么了？花娘是不让我上此车，打发我去骑马，想是嫌我多病，怕过了病气。可我哪里骑得了那高头大马？若是不小心摔了，花娘使就这般容不得六郎吗？斗嘴说笑怎样都行，可空口误人害你性命，不妥吧？你若想与我同车，直说便是，为何扯谎污蔑他人？这不是一个纯良君子应有的作为。六郎知错了。既然知错，还不向姐夫道歉？对不住，日后六郎不会再这般了。无妨。六郎今日还是不去码头了，姐姐和姐夫启程吧，别误了时辰。行了，既然答应了你，怎能言而无信呢？那我和川渝去牵马。上车吧。你姐姐一向如此，为人处事的道理要讲，也怕你真的受伤。你还是与我们同乘一车吧。不用谢，做姐夫的理应如此。这河道宽阔，码头更是非比寻常啊！哎，六郎，你看，那有投壶迎雾的摊子，我们一起去玩吧。我臂力不足，定投不中，还是算了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川渝是卑微侍从，六郎是小夫人之弟，肯定不会愿意跟我们这种人一起玩的。并非如此，那就是愿意了。走吧。六郎，去玩吧，把东西给我。走吧，走。好好玩啊！说你这个人啊，刚刚说你不算计，气量大，线下斗什么六郎啊？我只是看了川渝一眼，是川渝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你这新编的，还怪上我了？六郎这个人性情敏感，行事呢有些偏颇。他的那些小伎俩，其实我全都知道。但是我相信，只要悉心教养，便可扭转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自然该包容一些。你说你跟一个小孩子计较什么呀？好，好，好，你的好阿弟。日后啊，我多多忍耐，悉心教化，行了吧？你说这之前一商都是船员出面，这如今来信跟我说，是船头要见我，也不知道对方是何方神圣。我带的这些礼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满意。